齐王人呢？他跑进老宅了，追！主人，四大家族中出了叛徒，有人将四方鼎的秘密告诉了倭寇。这里面是我的血，能延长你的寿命。你一会儿趁乱离开，收好四方鼎，一定不要让它离开我的身体太久。我会守住四方鼎的，一定等你回来。快走！金雪，束手就擒吧！你这不老不死的妖孽，我已命人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。交出四方鼎，我饶你不死！不要！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四方鼎关霍华夏命脉，就凭你这种汉奸，也配？我那好继母，就这么急着要我死吗？大少爷要怪，就怪你挡了别人的路。你是谁？怎么在我们齐家的古宅？四方鼎的气息，你是麒麟的什么人？你认识我太爷爷？我的牙齿会释放神经毒素，屏蔽你的痛觉神经，同时无限放大你的情欲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好热！想不想让我帮帮你？他的手好凉，好舒服啊！跪下！我才不跪！臣服于我。帮帮我！乖，叫主人。主人。见鬼！昨晚难道是我在做梦？大陆，我要见麒麟，必须尽快找到麒麟，确认四方鼎的下落。我凭什么带你去见我太爷爷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小狗不听话，可是要受到惩罚的。麒麟倒是生了个有趣的子孙。我在太爷爷屋内见过一张老照片，和你一模一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等见到你太爷爷，你自然知道我是谁。100年而已，我华夏境变化如此之大。这车不错，启停都很稳。祖宗，这是手机。手机？齐望，你爸罚你去老宅思过，谁准你回来的？哥，从哪儿捡来的野女？这娘们也太正了。她是太爷爷的故人，我带她来见太爷爷。太爷爷都120岁的高龄了，还有这么年轻的故人，撒谎都不打草稿。你撒谎也不打草稿的吗？齐望，你太爷爷都快不行了，正从医院接回来准备后事，现在齐家我说了算。太爷爷他……齐望，太爷爷一走，这个家就是我妈说了算。我等着看你像狗一样被赶出家门。你，美女，跟他不如跟我。聒噪，给我掌他的嘴！妈，他敢打我！好你个齐望，敢打你弟弟！他更聒噪，打！祖宗，那是我爸最宠的小三，害死我妈后成功上位了。昨晚要杀我的，估计就是他的人。如今太爷爷病重，没人护我，要是动了他，我爸得打死我。你爸宠妾灭妻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妾而已。打，出了事我担着。齐望，你敢对我动手？打的就是你们！我忍你们很久了。你们眼瞎了！快把这野种冲出去打！打死算我的！快点儿！爷爷，咱们从医院回来了。哦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太爷爷，少爷，老爷子怕是不行了。齐望，太爷爷不行了，我看谁还能护着你？你死定了！直言，齐望疯了，他不听你的话，好好去老宅面壁思过，居然带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，还打了我和阿生。老爷子身体都快撑不住了，
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胡闹？赶紧把老爷子推回卧室！你个逆子，连你妈都敢打！少恶心我！她也配当我妈？我妈已经被你们两个奸夫淫妇逼死了。在长辈面前如此出言不逊，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我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我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不对，是这女人有毒，只要被她触碰，身体就发热的厉害。宠妾灭妻，扶持外室上位，纵恶殴打亲子，这齐家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这齐家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主人，四大家族中出了叛徒。主人，太爷爷，爷爷，您叫他什么？老爷子，您叫他主人？他是我的主人。爷爷，您别激动啊，慢点说。100年而已，我的血足以保你无病无灾，怎会狼狈至此？主人有所不知，您沉睡的这100年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老爷，太爷爷，快把老爷子推进屋，让陈医生过来，快！你与老爷子认识？怎么可能？齐望整天混迹夜店，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认识老爷子？老爷子刚才喊的是主人，肯定是糊涂了。太爷爷好像认识这个女人，如今她身体已经撑不住了，齐家正是争家产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肯定是齐望搬来的救兵，想和我争继承权的。来人啊，人赶出去！你们这群废物，齐家怎么养了你们？不想要工资了吗？这女人有点邪乎，她那双眼睛看着就让人后背发寒。爸，太爷爷方才明显认识她，这么对待太爷爷的故人，就不怕太爷爷醒了怪罪吗？这姑娘有些眼熟啊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我是什么人？等麒麟醒过来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。之言，你看看，那女人直呼老爷子名讳，还把齐望当狗血，太嚣张了！你赶紧把她赶出去！一切等老爷子醒过来再说。之言，妈，齐望带回来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成为变数？哼，一个狐妹子，那成什么变数？妈，我看着她眼熟。我想起来了，妈，她跟太爷爷密室里照片上的女人长得一模一样。难道她是老爷子年轻时相好的后人，也是来齐家抢家产的？妈，不行，医生怎么样？老爷子的心衰已经很严重，接近120岁的高龄也是长寿。各位亲爱，之言，老爷子眼看就不行了，遗嘱的事儿可不能耽搁了。我把律师找来了，一会儿本家几个长辈来了，赶紧确定继承人。是啊，爸，太爷爷走后，
家产理应是您的，但也需要太爷爷明确指出，以免仇家找上门，出什么变故。你们是怕仇家，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侵占太爷爷的家产？长辈说话，哪有你小辈插嘴的道理？直言，祁隆是你爷爷亲弟弟的后人，他如今已经成了华夏黑市最大的幕后操纵者，肯定会来跟你争夺商会的掌控权的。你得赶紧让老爷子立遗嘱啊！太爷爷，爷爷，你醒了。爷爷，您得尽快决定祁氏掌权人了。我祁家所有家产继承权全部为积雪姑娘所有。老爷子，您是糊涂了吗？他就是个外人。爷爷，您这是……都出去，我有话单独跟他讲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如此和老爷子说话？聒噪！出去，自己张嘴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都出去！你不是人，对不对？出去！多谢主人赐血。告诉我，这些年你为何变得如此虚弱？四方鼎又在何处？四方鼎又在何处？是我太大意了，让自己的亲弟弟祁瞻出卖。临死之际，我喝光了您给的血，这才留下了一条性命。苟延残喘至今，我本以为只要我活着，就没人敢动四方鼎。可谁知3个月前，当我病重住院时，祁瞻的后人祁隆带人闯进祁家，夺走了四方鼎，都是我的错。四方鼎绝不能离开我超过半年，否则你们4大家族必先遭反噬灭族，继而天灾不断，生灵涂炭。麒麟，你该当何罪？麒麟没有完成，主人嘱托，甘愿以此谢罪。够了，留着你这条命。3个月内，尽快找回四方鼎。不好了，黑市的人来了！先生，祁隆带人闯！主人，一定是祁隆，他一定听说我命不久矣，来争祁家家产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祁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说老爷子被下了病危，我这个当侄孙的当然要来看看他老人家，顺便咱们兄弟之间也该好好算一笔账了。
你带人私闯齐家，不就是为了齐家的家产？你休想再拿走任何东西！第二句，等等，阿旺，齐之言，你是将本就属于我那份家产交出来，还是亲眼看着你儿子死在面前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你敢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齐总有2个儿子，杀了这个，反正还剩一个啊！动手！啊！那是谁在回答？多温柔了又何惧他？往事冰冷如他，也有牵挂。就是他，传说中四方鼎的主人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太爷爷，您怎么突然能下床了？这回光返照也太猛了吧！爷爷，孽障，交出四方鼎，我就求主人饶你不死。除了我，没人知道四方鼎在哪儿。今日我若死在这里，四方鼎必会被秘密运往倭国。齐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通敌叛国的孽障？我知道你和四方鼎的秘密，也知道你为何能永生不死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你助我永生，我归还四方鼎。你做梦！3月为期，到时你若不肯交出四方鼎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。一言为定。走，主人，真的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四方鼎若是不归位，我们4大家族必将受到反噬，怕是顶不过3个月呀。放他走？我最讨厌别人威胁。这么多人呢，你干嘛？你身上有四方鼎的气息，说明长时间接触过四方鼎。不可能，我哪能接触到四方鼎？去齐家老宅前，你在什么地方待的时间最长？我在学校啊。学校？难道祁隆将四方鼎藏在了阿旺的学校？怪不得我让人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主人，请。老公，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该不会是什么妖怪吧？老爷子都快不行了，这会儿怎么还能下地走路了？是啊，爸，她好像会什么妖术，赶紧把她赶出去吧。是啊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对主人出言不逊，滚出去跪着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进来。老公，爸，少说2句。既然爷爷让你们出去跪着，那就去跪着，快去啊！啊，不是诅咒太爷爷死了，就没人护我来着？哼，我看太爷爷的身子硬朗得很。主人，请喝茶。不
不过100年，已是沧海变桑田。外人面前也不必叫我主人，叫我积雪吧。是。送我去齐望的学校。是。直言，尽快安排好积雪姑娘进学校的事儿，别让她受阻碍。小望，在学校，你必须好好照料积雪姑娘，不能有半点差池。我照顾她？你看她需要被照顾吗？怎么？你不愿意？能照顾积雪姑娘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去把背阴的那间客房准备好，请积雪姑娘去休息。这福气给别人行不行？芷言，你跟我来。哎呦，这女人到底什么来路啊？老爷子这么怕她，连秦龙都怕她。说起来，她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让老爷子又站了起来？我看她就是个妖女，你说她要帮着齐望跟我争家产怎么办？我看那女人从一下车就打着伞，难道她怕太阳？那找个机会试探她一下。太爷爷为什么给你选这间房？阴暗潮湿不朝阳，而且你在外面还非要打黑伞，难道你怕太阳？聒噪！你要干什么？沉睡了太久，喝得有些快了。放开我！你竟然能推开我！在我进10阶段，不可能有人能推开我。这个期望有点意思。你别乱咬人！你又吸血又怕太阳，难道你是吸血鬼？鬼？人类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愚昧。你的血很甜。你似乎很抗拒我。我当然抗拒，你看我像心甘情愿吗？人类不是心甘情愿做被欲望支配的奴隶吗？你居然如此抗拒，真是有意思。我怎么这么没出息，又被他蛊惑了？这女人有毒，下次一定不能让她得逞。传信给4大家族掌权人，3日后来齐家见我。
那是4大家族陆家继承人陆昭，还是那么帅。齐望呢？最近也不见他找咱们去夜场，肯定是趁着假期去给黎曼当舔狗了呗。哇，好漂亮！齐望呢？他干什么去了？一整个假期都没来见我。齐望这个假期没去给你当舔狗？他追了你这么多年，哎，哪个假期缺席过？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就他那个舔狗劲儿，还会移情别恋？我让他往东，他可从来不往西。妈妈，你也别吊着他了。齐望喜欢你这么多年了。齐家老爷子快不行了，我爷爷说了，这齐家继承人未必是齐望。要是最后继承权落在齐胜手里，我肯定加齐胜，谁会跟他呀？小祖宗，这可是学校，你可不能随便咬人，听见没？你当我不挑食？这么说，你是对我很满意喽？作为食材，你还挺自豪。我说齐望怎么没去找黎曼呢？原来是移情别恋啊！齐望，他是谁？他是我太爷爷的故人。的后代。长了一脸狐狸精呀！你是不是想勾搭齐望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看不上他，也不会让别人抢我不要的东西。小祖宗，别动怒，别动怒！这就是你看上的女人，眼光真差。我没看上她，是我太爷让我照顾她，说两家有联姻。那是谁在回答？多温柔了也会知道。我靠，这脸也太绝了！哪儿来的绝世美人？哇！千年转眼皆无话，看那有句温柔年华。你们看什么看？他一看就是那种被前任睡过的狐狸精。妈妈，齐望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啊？齐望怎么舔她不舔你了？管她是哪来的狐狸精，敢抢我风头，她就别想在燕京大学混下去。齐望，这谁呀？快给介绍介绍。我太爷爷故人的后代，宝贝的很，你们别招惹他。美女，4大家族陆家听过没有？我陆昭是陆家未来继承人，交个朋友。果然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美女，缺男朋友吗？你的心率在升高，求偶信息在释放，你想和我睡？
那个，这是学堂，学堂知道吗？学知识的地方，神圣的很。你老实点。齐望，你不是喜欢黎曼吗？你起开，美女有我们陪着就够了。是啊，齐望，都知道你喜欢黎曼，就别和我们争了。不行，我太爷爷宝贝她的很，让我贴身照顾。走开！走，干嘛呀？这去！走开！原来这100年，我华夏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。你一般都有几个食材啊？你能不能别随便让男人靠近你？新时代不能随便把人当食材，这是违背道德的，知道吗？男人可以随随便便和别人上床？你男人随便没人谴责，女人不行。女人不行，那男人随随便便是和什么人上床？都是和男人。你，反正就是不行。别聒噪。我肯定是中毒了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下课了。该吃午饭了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吃过东西。要不要吃鸭血？我们学校食堂的鸭血豆腐特别嫩。我只吃你。大庭广众的。祖宗，新手机！原来这个东西叫手机，现代科技的产物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给你的，我来教你用，人脸识别一下。你怎么老跟手机过不去啊？抱歉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人类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？西方的吸血鬼，还是更可怕的生物？妈妈，我们去吃这家日料吧，就是太难约了。这有什么难约的？我随便勾勾手指，齐望、陆昭和张少起来，还不是抢着包场请咱们？妈妈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今天让他们3个谁请客啊？今晚让齐望请。妈妈，你快看，你吃了吗？齐望他们全围着那个女人。你给我起开！起开！谁让你抢我位置的？哎，我爱坐哪坐哪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们3个干什么呢？还吃不吃午饭了？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啊！齐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立刻马上过来请我和倩倩去吃那家日料。别以为你随随便便找个女人气我，我就会吃醋。哼！啊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是谁的狗？你是谁的狗？你的。齐望。午后，
希望你别后悔。祖宗，别留下痕迹。我怎么又被他蛊惑了？下次绝对不能这么轻易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不怕阳光，碰过的雨水都干了，还吸血，肯定不是西方的吸血鬼，难道是神话里的神女汉魃？走吧。你去把期望支开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敢跟我抢男人。期望同学，讨厌让你去下办公室。你就坐在你的位置上，别乱跑。等我回来再带你去图书馆和东校区转转。嗯。积雪。妈妈。我可是离家大小姐，你要是识趣，就赶紧给我滚出燕京大学，离期望远点。否则，听没听见我说话？让开！你还不知道吧？齐望之前就是我的舔狗，我们俩家有联姻。齐老爷子承诺我，会让我嫁给齐家未来继承人。他那种废物，想要继承权，就得听我的。我的狗你也敢点击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打我！
没事吧？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齐望，你要是还想我跟你在一起，就给我打他！黎曼，不要招惹积雪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齐望，你别后悔！我要是选择嫁给齐胜，他就一定会成为齐家的继承人，到时候你就只能被赶出齐家。让开！给我等着！这血怎么不会刺激你咬人？你去厕所会有食欲吗？黎曼是黎家捧在掌心上的掌上明珠，他父母宠他入骨，他要是告状，你们怕是会有麻烦。黎家黑白两道通吃，所以黎曼才会那么嚣张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四方鼎的行踪，我们明天再找。不行，必须尽快找到我要的东西。要在3个月内找到四方鼎。咱们都围着学校转了3圈了，天都黑了，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啊？很奇怪，这学校并没有四方鼎的气息，可陆兆和张兆年，甚至连黎曼身上都沾着一点四方鼎的气息。你确定平日在学校的时间最长？我当然在学校，我不在学校我在哪？他哪里在学校时间最长？他一天24小时和我们泡吧，应该在酒吧时间最长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酒吧就是你家，对不对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酒吧？哦，哎，美女，你没去过酒吧？哎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嗨！哎，去酒吧，去酒吧！哎，让开吧你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好，不许去！这没打会儿。果然，这些人身上都有四方鼎的气息，四方鼎就被祁隆藏在这附近。这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太爷爷要是知道我带你来这里，肯定会打死我。咱们回去吧，走。把四方鼎藏在这种酒色场所，确实可以很好的掩盖四方鼎的气息。看来这个祁隆对四方鼎的了解很深。齐王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积雪，跟我回。人家积雪显然很喜欢这地方，你就别扫兴了啊。之前黎曼来酒吧，你不是都陪着吗？怎么到了积雪，你就觉得这不是好地方了？他的本事你们也见识到了，最好别招惹他。这女人有毒，沾了会上瘾。上瘾？怎么个上瘾法？展开说说。该不会是那种事啊？你不会喜欢人家吧？啊？我才不喜欢他，我巴不得把他甩开。是太爷爷让我照顾他的。好，那我们帮你照顾。你可别插手。老板，有人找到酒吧来了。在快带走四方鼎之前，把四方鼎抢走。是。还真是大勇于世，把四方鼎摆在这里，让四大家族的人找了这么久。
就是你动手打了我女儿。姑娘，你魔气太重，上帝会净化你的。上帝，你的上帝可管不了我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敢打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开灯！紫外线灯，小心！紫外线灯，小心！不过100年，4大家族竟养出了你们这些废物。这女人怎么突然感觉这么眼熟？我在我们家老爷子的禅房里好像见过她的画像。这么看，我也觉得眼熟。四方鼎再不归位，4大家族必先遭受反噬，而你们黎家会第一个消失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还敢让我们黎家消失？我们黎家100年传承富可敌国，你说让我们消失就消失？夫人，不好了，黎少爷出了车祸，正送医抢救。方才我若拿到四方鼎，你儿子就不会死。可惜了，接下来只要四方鼎一天不归位，从你们黎家开始，就陆续有人死亡，直到4大家族彻底消失。走吧，只要四方鼎不出华夏，大灾3个月内不会到来。我倒是不急了，该着急的是他们4大家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回去问问你们的掌家人。妈，你别着急，都是那个妖孽诅咒我们。妈，弟弟真要出了什么事，我们绝不能饶了他。要是你弟弟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一定要他碎尸万段。牧师，您能否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妖孽啊？别打草惊蛇，你们夜里偷偷观察一下，看他是否靠吸食人血为生。若是吸血聚光，那便是吸血鬼无疑了。啊，吸血鬼？那这种东西该怎么除掉才好？对啊，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，他不怕阳光，也不怕紫外线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不用怕，若他是吸血鬼，反倒是好对付了。这种新生代吸血鬼不足为惧，一把火，一杯圣水，甚至这把纯银打造的十字架就能轻松杀死。眼下我们要先确定他是不是吸食人血，惧怕银气。我们赶紧去试试这个方法。好，去试试。走吧。妈，那个积雪刚才好像说什么四方鼎不归位，4大家族都会失去气运，庇护消失，紧接着黎家就出事了。哎呀，不过是巧合而已。黎家那小子天天飙车，出事还不是早晚的事儿，不用听他危言耸听啊。你有没有受伤？紫外线能对你有没有危害？你在关心我？没，你想多了。我
是太爷爷让我照顾你。我饿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饿了？你一天三餐挺规律啊。昨天晚上是你带着齐生去酒吧，用紫外线灯伤积雪姑娘的。你为了那个狐狸精打我，那个狐狸精整天装神弄鬼的糊弄老爷子，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，为了齐家吗？住嘴！积雪姑娘是爷爷的贵客，你想被赶出齐家吗？你现在就去给我道歉！集团还有事，我没时间跟你耗。妈，我看到了，是吸血鬼，那个积雪是吸血鬼啊！妈，你看清楚了？妈怎么办呀？别怂，不许露出马脚。这件事，我们找黎夫人和牧师从长计议。积雪姑娘，之前在酒吧的事儿，对不住了。积雪姑娘，我今天早上做了早餐，就算向你赔礼道歉了。哼，我们可不敢吃，怕你在里面下毒。齐望，我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今天你太爷爷已经去参加四大家族的会议了，我看你如今在齐家有谁护得住你？别听他们疯狗乱吠，咱们去找四方鼎。齐望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！等老爷子走了，我迟早让你滚出齐家，和你那个短命的妈一样晦气。走。我可以帮你杀了他，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只要四方鼎短时间内回不到你的身边，四大家族的人就会慢慢死去，不是吗？你好像并不希望四方鼎归位。关我屁事。你个丧门星，我要让你给我儿子陪葬！都怪你这个乌鸦嘴，不然我弟弟也不会死。别急啊，很快就轮到你妈了。我让你在这危言耸听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妈，真是不长记性！我杀了你！什么？爸！来人，抬出去！我爸来了，你死定了！爸，就是他！闭嘴！恭迎主人归来！主人归来！恭迎主人归来！求主人救救我们四大家族，找回四方鼎！爸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都被他蛊惑了吗？他就是妖怪！混账东西，还不跪下！主人，
李家已经遭到气运反噬，若继续下去，怕是要第一个消亡了。你们4大家族受四方鼎的气运恩泽，本该守护他的安全，却轻易让他丢失，这是你们应得的惩罚。主人，请看在我们100年守护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是啊，罢了，我最后再帮你们一次。恭送主人。主人。爸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爸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惹不起的人。来人，把大小姐带回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她离开家门半步。我知道错了，爸。爸，姬雪是什么身份？你们为什么？我也只知道他是长生不死之身，你绝对不能违反他的意愿。他说什么，你听什么，记住了吗？你也是，以后姬雪姑娘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让你当狗，你也得给我上赶着。我吗？好吧，来吃点西瓜，果盘好吃。年纪轻轻的喝上枸杞了，你懂个屁啊！我现在严重贫血。学姐，您尝尝这酒，合不合胃口？学姐，抽烟吗？吸烟有害健康，不是说好了去找四方鼎的吗？怎么又来这地方了？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这种地方？我现在讨厌这种地方，以后再也不来这种地方了。又怎么了，小祖宗？你应该饿了吧？回家给你咬行不行？我今晚不回去了。不回去？那你要去哪儿？四大家族之内本就有我养的血奴，有他们2个也一样。你如此抗拒，我也不强人所难。你走吧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的唾液有催育的作用。跟我回家，不许找别的食材。有意思的人。
说，你把四方鼎你发什么疯？我以为你又要回去找别的狗。你明明能推开我，知不知道我继续喝下去你会死？死就死呗。齐望，你身上好像有什么秘密，你在阻止我找回四方鼎。主人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。四方鼎是上古神器，一般人无法盗走，他因何从齐家手中失窃？你是不是还有事情瞒着我？是有些事情，没有告诉你，只因那些事是齐家家丑。若是再有所隐瞒，四方鼎便不需要你们守护，四大家族可以消失了。啊，主人勿要动怒，我这就详细告诉你当年的经过。当年您出使沉水，我将你与四方鼎一同藏于老宅的密室，谁知百年战事，鼎还是被人盯上，后经历坎坷得以幸存，但也严重影响了气运，至20多年前，四大家族有了灭族之危。我曾听祖辈说起四方鼎与您共生，只有找一个与您命格相似的女子，用其血供养四方鼎，才能维持四大家族的气运不衰。西龙假装好心帮我寻找，实则一直在谋划如何夺走四方鼎，夺走戚家权势，获得永生。祁龙找的血迹之人是谁？就是阿旺的母亲白灵。白灵与您命格相似，她的血液可以滋养四方鼎，且她是齐家儿媳，祁龙便劝我找个由头，将她送往老宅安心休养，用血寄养四方鼎。我答应白灵，只要她肯为四大家族付出10年，我便放她出来，与之言阿旺团聚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白灵为齐家守护四方鼎10年，出来后之言身边却早已经有了别的女人。就是狐狸。狐狸她也早为之言诞下一个私生子。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！白灵守护四方鼎的时候，期望多大？
阿旺才刚刚出生没多久，那白灵又是如何死的？血迹10年，伤了元气，没几年就病死了。你这家主是如何当的？白灵为你们齐家付出这么多，你却任由那个女人带着私生子上门作威作福。儿孙的事儿，我也无法过多干预。何况齐胜也确实是齐家血脉。白灵献祭10年，四方鼎气运和结界应该更稳才对，怎么会让那个祁隆夺了去？白灵死后，祁隆从他尸体上取了血，破了结界，把四方鼎给拿走了。白灵用血迹养四方鼎10年，他的血自然能破结界。麒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用这种邪术镇守四方鼎，4大家族死不足惜。主人息怒。麒麟，你糊涂。妈，放开我妈！你们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！做噩梦了。齐望，你不希望我找到四方鼎，对吗？几次我快要找到四方鼎的时候，你都在阻止我。你恨4大家族的人害死了你的母亲，你恨4大家族的人杀死了你的母亲，所以才阻止我。齐望，四方鼎不能离开我太久，更不能出华夏。他要是丢久了，到时候大旱、瘟疫、地震会接踵而来。四方鼎出不了华夏。别再任性了，我必须尽快从祁隆手中拿回四方鼎。如果拿回四方鼎的代价是让祁隆长生，你会怎么样？这千百年来，人类只知索取，从不在意我需要付出什么。你是唯一一个问我，让别人永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人。赐人永生的代价是共担业果，从此以后，若对方受伤，我也会感同身受；对方生死，我也会丢掉半条命。那在你永生的生命里，有没有人和你共享过生命？有过一个男人。他是谁？太久了，记不清了。他还活着吗？太久了，我不记得。他还活着吗？死了。他已经得到永生，怎么会死？被我亲手杀死的。你的生命太长，故事太多，我对你来说，是不是只是一顿微不足道的简餐？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把我忘记。人类是这世界上最会伪装的物种，光会用这双眼睛装无辜和深情。我不是他，不是那个与你共享过生命的男人，你看清楚。我只是你的食物，你的血包，仅此而已。我累了，睡了。主人，别丢下我，求你。
齐望，我妈妈死了，我弟弟也死了，都是他害的。齐望，我允许你喜欢我了，你和我一起杀了他好不好？你妈妈和你弟弟死的并不无辜，这是报应。允许我喜欢你，我可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李大小姐。爸，李小姐，李先生突然心梗住院了，现在李家群龙无首，您是李家唯一继承人，您要尽快回来主持大局啊！四方鼎只要一天不归位，就会有人陆续死亡，从你们黎家开始。什么报应，都是巧合，我不信他真有这么厉害。这里有四方鼎的微弱气息，以这条巷子为中心，彻查方圆3公里。祖宗，你为什么总是跟手机过不去啊？我饿了，我饿了。积雪姑娘，我爸说你必须要靠吸食血液才能维持生命，仅靠他齐望一个人肯定不够啊。这样，我自愿给你献血，只求你能尽快找到四方鼎，庇护我陆家。平时私生活挺混乱的吧？这血液里有一种难闻的恶臭味。这不挺香的吗？陆少，就你那私生活，不染脏病就不错了。积雪姑娘，看我洁身自好。只要心甘情愿让你养，谁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不然呢？你们对于我而言都只是食物而已，太过挑食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你对我就没有别的感情吗？你会对米饭产生感情吗？到最后，所有人都会抛弃我。到最后，所有人都会抛弃我。四方鼎被我带走以后，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黎家。李曼的弟弟去世，他的母亲也死在了医院。这现如今，黎家家主也因心梗进了急救室，黎家要完了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阿旺，我知道你对四大家族的人不满，你母亲的死，四大家族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不如我们联手。你想怎么联手？我帮你对付四大家族，你帮我对付积雪，助我永生，如何？那个女人深不可测，你想让我找死啊？哼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哼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所谓的血族，其实就是《山海经》中所记载服之可以延年益寿的血族，以及西方所记载的吸血鬼而已。他再强也有弱点，这紫外线、银气、大蒜素，总有一样能制服他的。上次狐狸
让齐胜用了紫外线灯，他可并不惧怕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自然难对付些。不过，是吸血鬼，他就惧怕法器。这是上世纪欧洲流传下来的法器，专杀吸血鬼。只要用它刺穿吸血鬼的心脏，无论他是多强大的血统，都会死在银锥之下。无论他是多强大的血统，都会死在银锥之下。3日后，我会主动约见4大家族和积雪，去西郊教堂。等他助我永生之后，你便趁他虚弱，刺穿他的心脏。毕竟，他若不死，定会守护4大家族。等他拿到4方鼎，你这仇就真报不了了。不如，趁他现在还算信任你的时候，我们联手杀了他，共享永生和无限的财富，怎样？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好，我们合作，各取所需。好。喂，爸。离家主快不行了，快带积雪姑娘来医院。学姐，你慢，你妈和你弟弟都走了，你爸又病重，离家以后就靠你了。你要尽快去求积雪姑娘，否则你们离家怕是要出大事。张伯伯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哪里是什么救世主，他就是吸血鬼。我离家遭此大祸，也只是巧合而已。不得无礼！如今能救4大家族的只有他，有他在，4大家族才能延续至今。这个女人嚣张至极，难道咱们要一直给她当奴隶吗？就是啊，我已经问过牧师了，他一个吸血鬼而已，算什么救世主啊？为我族类其心必异，倒不如我们趁机除掉他，省得他……管住他的嘴，再胡说八道，整个齐家都要被他连累。老公，那是谁在回答？我温柔了也何惧他？总是冰冷如他，也有情话。积雪姑娘，离家主已经昏迷许久，您都能把齐老爷子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能不能出手救救离家主？4方鼎尚未寻回，这份因果他得担着。曼曼，快给积雪姑娘跪下，求她救救你爸！曼曼，快给积雪姑娘跪下，求她救救你爸！你装什么装？不过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吸血鬼。吸血鬼这个称呼我很不喜欢。主人勿要动怒，吸血鬼只不过是近100年西方传来的称呼。李满上校不懂事，并不是有心辱骂您，请您饶他这一次。西方，这一次看在黎家的面子上，我可以饶。若有下次，我绝不姑息。医生，医生，快救救我爸！爸，
抢救无效。李家的仇，我一定要让这个吸血鬼百倍偿还。金雪姑娘，李家快没人了，下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张家，或者是陆家、齐家。祁隆约你3天后教堂见面，只要你肯赐他永生，他一定会把四方鼎归还。求金雪姑娘，求积雪姑娘。说把我丢掉就丢掉。我只是想让你一个人冷静冷静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20多年前，你们也是这样一起跪着，逼我母亲去给那个破鼎血祭的吧？你们有没有问过，让他人永生，会对积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？他可是不死之身，能有什么伤害？再说了，他一个人能守得住那个四方鼎吗？还得靠我们4大家族啊！要不是有我们4大家族，他还未必有今天呢。就是啊，几位伯伯，咱们4大家族从100年前开始就是世家，钱和地位都是咱们自己赚来的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咱们还要用自己的钱来供养他和保护那个鼎，怎么看都是他欠了我们的。黎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为你守了四方鼎这么多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就算沾了鼎的运势，家族有今天也是我们自己挣的，我们付出这么多，你牺牲一下也不过分吧？是啊，积雪姑娘，要是不尽快找回四方鼎，我们4大家族都会出事，到时候谁来守护你？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4大家族掌权人的真正嘴脸。你确定要为这样的人还去找四方鼎吗？你们真的以为是靠自身实力有的今天？麒麟啊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主人，黎家如今只剩黎曼一人，若是四方鼎还不归位，其他几大家族怕是也会……请以大局为重。我爸去世了，我就是黎家家主。3天后，你若是不答应祁隆的要求，换回四方鼎，我黎家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帮助。沉寂100年，还真让你们以为是靠自身的实力才走到今天，可笑。我们走吧，他们确实不值得我出手相救。走。积雪姑娘，您若是要放弃我们，那就意味着我们4大家族以后将不会给您提供任何的帮助和保护。是啊，既然积雪姑娘不愿意帮忙，那我们就没有义务再继续守护你了。你们守护他，4大家族100年来的荣光都是他给的，忘恩负义、自私贪婪的嘴脸，在你的身上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齐望，你若是打算继续给他当狗，那齐家会把一切家产都留给你弟弟齐胜，到时候你与齐家就再无瓜葛。你不早就打算把齐家的一切都给他？当年你们害死我母亲的时候，不还想把我一起给解决了吗？如今四方鼎不归位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。拿喽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。拿喽。齐望，你少在这诅咒你弟弟！我告诉你，我才不信那个什么破鼎这么邪乎。什么契约，都是骗人的吧？李家出事那都是巧合，我才不信这个邪呢。下一个就轮到你儿子了。
妈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没出息的东西！他吓唬你呢。咱们这几天小仙仙，一定不会出事的。主人，爷爷，这件事儿您就不要参与了。您年岁大了，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。再说了，那个女人拯救不了齐家，您不必再求她。你懂什么？若是没有四方鼎，我们四大家族哪有今天？切！我们也是一时冲动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爷爷，咱们齐家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没有您，100年前他就该死了。要不是您当初冒着风险将他藏起来，他今天怎么可能活过来？就是啊，老爷子，他整天对你不冷不热的，还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看他在咱们齐家这些天，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呀？太爷爷，这积雪就是个吸血鬼，这种生物没有任何情感可言的。今日既然已经撕破脸皮，就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了。您是四大家族掌舵人，也是最了解积雪的人，您要为了齐家，为了我们四大家族，早做打算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老爷子。依我看，这四方鼎绝不能落在祁隆手里，更不能给积雪。真让他攥着，往后咱们不还得被他捏着把柄？对，命运得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。与其被他这么威胁，咱们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杀了，献祭四方鼎，那以后不就是咱们齐家说了算了？当年，白灵不过与他命格相似，却能保我们20多年的气运。若是有积雪的血，确实可能永保四大家族气运不衰。爷爷，您之前都被医院下病危了，那个积雪是怎么让您重新站起来的？仿佛年轻了10岁。是积雪刺了血，他的血有延年益寿、愈合伤口等奇效。这不就是《山海经》里写的，吃了这种吸血鬼的肉可以延年益寿？他本就是100年前的人，连户口都没有。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分了他的血肉，说不定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我怎么感觉这帮人都疯了？确实都疯了。都听见了。人类还真是愚蠢又贪婪。他沉睡了100多年，都还能那么年轻。我要是喝了他的血，肯定也能恢复年轻时的容貌。这个女人再难对付，也不过是个吸血鬼。牧师说，想要杀死她易如反掌。她最怕的就是圣水和银器。我们你不和他们统一战线，别忘了，你也是齐家人。四方鼎不归位，你也会死。每个人都会死，拉他们所有人垫背，值了。这里没人，要喝就快点。你故意让我听到这些，让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，目的不只是要让他们死那么简单吧？你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我说了，你就会给吗？
如果我想永生，与你共享长生和力量呢？想与我共享永生？你凭什么？主人，我开玩笑的。你说我在抗拒你，可明明一直在抗拒的人是你啊，季雪。我不否认你的血对我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，但你并非无可替代，食物而已，吃多了是会腻的。可你现在需要我，不是吗？在你找到替代品之前，就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是你先招惹我的，让我上瘾，就别想轻易甩开我，主人。想找别的狗，休想！家主有令，外人不能进入齐家大门。你在这等我，我拿到我妈的遗像，咱们就离开。齐望，既然你选择了他，那齐家可就容不下你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滚开！齐望。现在这个家，我妈的意思就是爸和太爷爷的意思。这个女人既然不肯帮我们找四方鼎的话，那你跟她就一块滚出去吧。跪下！打吧，别打输了丢我的脸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许乱说！我操！不是。别跑啊！跑啊！爸，太爷爷救命啊！齐望要杀人了，爸！欠我的，我要你们千倍百倍还回来！住手！齐望，你疯了吗？阿旺，快住手！主人，你怎么不进屋啊？不是你让人将我和齐望拒之门外的吗？主人，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看在我们四大家族多年苦劳的份上，再帮我们一次。你能走到今天，不是全凭自己的本事吗？
麒麟，百年不见，你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孩童天真，欲望和贪婪早已经侵蚀了你。当你拿人命去祭祀四方鼎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既然积雪姑娘不念旧情，那么我们齐家从今往后与你恩断义绝。但四方鼎是我齐家100年传承，于情于理都要留在我齐家，还望积雪姑娘不要一意孤行，否则威胁我。既然齐家不再需要我的庇护，那我赋予你的健康会随时拿回来。太爷爷，您真是老糊涂了。此后他再也不会庇护齐家了。爷爷，他就是一个非人的怪物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不是当年的战火纷飞需要他庇佑的年代了。杀了他，用他的血来换我们的长生，换齐家永世不衰。老爷子，太爷爷，快去求主人回来！求主人快回来！老爷子，太爷爷。老爷子已是强弩之末，之前那几天怕是回光返照。准备后事吧。太爷爷，老爷子，爷爷，爷爷之前是用了那个女人的血才恢复的，看来是那个女人做了手脚，我去把她请回来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那个女人似乎也离不开四方鼎，那后天她一定会去教堂见祁隆，咱们就按照原定计划除掉她，再把她的血给老爷子服下，不就能恢复了？啊！你说的对。对了吧？到时候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她的血，肯定都能延年益寿。你想想，太爷爷只是得到她一点血，就活到了120多岁，那咱们……积雪姑娘，齐王少爷，很抱歉，刚接到了齐总的电话，说不能再为您开车了，请下车。行。啊，齐总还说，他说您就是个二世祖，离开了齐家什么都不是。您现在身无分文了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就给他打电话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没钱，但我兄弟多呀。你确定你能借到钱吗？我那帮兄弟平时借了我不少钱，我现在让他们还给我，咱们住酒店，豪华酒店。喂，陈总，我是齐望，我被我爸赶出来了，你之前还欠我50万，对不对？意外，纯属意外。我再打一个啊！喂，张恒，我是齐望。那个之前不是还欠我钱来着，对吧？啊，这样啊。哈哈。让龙家的人来接我。啊！喂！一群王八蛋，平时借我钱的时候那叫一个痛快，
让他们还钱，一个个都装孙子一样。所以，我今晚睡哪儿？就住这，我是不会让你露宿街头的，大不了我卖身去。你笑了，你原来会这样笑啊？是吗？哎，我们先住下，明天我再赚钱养你。养我吗？林小姐，他们进来了。给我开一间套房。很抱歉，这位先生，你的卡被冻结了，而且全城过半的高档酒店都隶属于4大家族，我们已经收到通知了，任何豪华酒店都不能让你们入住。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你们已经被4大家族封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4大家族旗下的任何酒店都不会收留你。得罪了4大家族，你们在这里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做事别太绝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如今华夏是4大家族的天下，江城龙家、湖城柳家、山城王家，这些百年世家的后代应该都还活着吧？你还知道他们呢？除了我们4大家族，其他世家你见都没见过吧？江城龙家可是连4大家族都高攀不起，是吗？咱们走。齐望，看在你以前喜欢我的份上，你现在跪下求原谅还来得及，否则你这辈子跟着他只能乞讨，跟着他只能乞讨。你还真是不知死活。他只是懒得动你，否则你连在他面前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咱们走。齐望，我倒要看看全城哪家酒店敢收留你们。好大的口气呀！敢如此跟姬雪姑娘说话？姬雪姑娘，我们龙家愿奉您为主，请跟我们回龙家。龙家？怎么会？你不是依靠我们4大家族吗？谁能受4方鼎庇护，全凭姬雪姑娘定夺。你们4大家族既然出局，那姬雪姑娘自会选出新的世家传承。我龙家凭实力立足100年，自当承接此任。请走吧。对了，回去告诉4大家族的其他人，敢对姬姑娘不敬，就是与我们龙家为敌。现在姬雪背后有龙家，你想除掉他，可没那么容易了。龙家又如何？龙家也保不了他。你来做什么？那个姓龙的真没有眼力劲儿，看不出咱俩是可以睡在一起的关系吗？居然把我的房间安排在离你最远的地方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哼！不要玩水了，玩我吧。明天，你真的要去教堂见祁隆？他一心只想永生，肯定会对你不利的。
我说过，四方鼎很重要。四方鼎，他护的真的是华夏吗？四大家族的人，应该并不知道四方鼎真正的秘密吧？知道太多，只会让你死得太快。季雪，你这里有心吗？当然有，但他不会再为任何人跳动。那他曾经为别人跳过，对吗？我不能让你去教堂，这是我和四大家族的恩怨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这是黑石里面浓度最高的迷药，可以随着你的血液进入对方体内，1小时生效。你要尽快服下解毒剂。抱歉，说想要和你永生，都是骗你的。我早就厌倦了活着。如果说我的身影都记得，念你名字时忐忑喜悦和苦涩。如果你是一曲恋歌，那我是个中斜阳一抹。从晨曦祁隆手中的四方鼎是假的，真的四方鼎在我手里，就藏在老街巷子3号7栋的民宿里。少爷，你真的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吗？小狗是想抛弃它的主人吗？你已经知道真正的四方鼎不在这里了，为什么还要过来这里？你以为我刚知道祁隆手里的四方鼎是假的？祁隆身上没有四方鼎的气息，而你身上四方鼎的气息特别浓郁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，带走四方鼎的人是我，祁隆手里的是假货。那天在酒吧，你打电话让你的手下把四方鼎带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真正的四方鼎在你手里。有人找到酒吧来了，在他带走四方鼎之前，把四方鼎抢走。你们快走，
别进去，我爸他们和祁隆联手了。不想死就滚远点儿。哎，你来了，按照约定，你助我永生，我将四方鼎还给你。我死了，四方鼎一定会被送出国界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我就不信你一个吸血鬼不怕上水！给我破！不自量力！那是谁在回答？我温柔了要何惧他？总是冰冷如他。他对上水没有反应。千年转眼皆无话。他居然对圣水没有反应。你别过来！愚蠢！他怎么什么都不怕？他不是吸血鬼吗？拿我跟西方的吸血鬼相比，就好比你和蚊子拿画本子上的东西对付我，真是愚昧的可笑。阿旺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抱歉，我打不过他。你不怕圣精和圣水，我还不相信你不怕银弹。我杀了你！黎曼死了。这人，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没有了四方鼎的庇护，四大家族都会消失。现在黎曼死了，黎家就没人了。你不是说他只是吸血鬼，不能对付他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什么都不怕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妈，那他不是吸血鬼，是不是他爷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那他到底什么来历？你不是吸血鬼，你是汉魃。我猜的没有错，四方鼎镇的不是国运，镇的是你的煞气。没有鼎，你走到哪里都是旱灾不断，天灾连连。你虽然不死不灭，但是你回不了神族，只能在人间游荡，受尽折磨。这就是神对你这个灾星的惩罚。上古时候，汉魃留在人间是为了治水患。那场远古战役让他重伤，失去了回神族的机会，却被无知的后人丑化成干旱的象征。汉魃从来不是灾星，她本来就是神女。神女又如何？我活不成，那你们和四方鼎都陪我下地狱吧！
蠢货，你会死的！死了也好，这样你就可以换一个食材了。总吃一种会腻的。我居然会流泪。已经没有心跳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就没了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诈尸了？胡说什么呢？积雪呢？少爷，你的心电图好像有点死了。齐望，齐望，你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，还能下床？自然永生会与人共享生命，共担业果。若是他受伤，我也会感同身受；若是他身死，我也会丢掉半条命。齐家那小子受了重伤，也不知醒了没有。醒了。是积雪。跑什么？你太爷爷快不行了，赶快跟我们回齐家。太爷爷，你怎么还没死？真是祸害刘千年。根据老爷子的遗嘱呢，齐家的全部家产归……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归之言和阿胜了。昨夜老爷子回光返照，突然下了病房，手写了遗嘱，还让我们过来录了公证视频。根据这份遗嘱呢，齐家的全部家产归齐望先生所有。齐胜作为私生子，且已经成年，不得分齐家的任何家产。你说什么？胡说八道！老爷子怎么可能把家产给齐望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都给齐望？太爷爷突然改了遗嘱。是积雪来过。律师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老爷子怎么会把家产给齐望？那之言呢？之言怎么办？对不起，齐先生，老爷子说了，您对待结发妻子不忠，残害发妻，苛待亲儿，没有资格继承家业。张陆两位家主都是昨夜遗嘱的见证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爸，之言，爸，张医生，快，医生！之言，你醒醒！妈，积雪说的话都应验了，咱们快去求他，要不然咱们也会死。积雪去了江城龙家，咱们快去求他。好，医生，
言，医生，醒醒，之言，爸。积雪姑娘，四方鼎在我龙家，您可完全放心。你既已决定守护四方鼎，就应该知道四方鼎的禁忌。若是将来有什么闪失，后果会与四大家族相同。龙家祖训不能违逆，必以全族乃至后人性命守护四方鼎。好，先生，积雪姑娘，一个叫齐望的在门外说要见积雪姑娘。积雪，你想要的永生已经得到，四方鼎也已经另择其主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你对我就真的没有任何感情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100年前我重伤沉睡，四方鼎也因战乱变得暗淡，是你母亲用血献祭，我才醒得这么快。至于你，不过是被追杀时误闯老宅，恰好把我唤醒罢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人情，仅此而已。积雪姑娘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跟你道歉。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救救之言吧。积雪姑娘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我们不想死。是啊，积雪姑娘，求你庇护我们，我们不想被劝反噬，家破人亡。四方鼎已经归位，此后和各位再无瓜葛。你们为了气运残害无辜，遭反噬是必然，没人能救得了你们。积雪姑娘，他果然不会对食物产生任何感情。齐望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把他带进来，我们四大家族何至于有今天？你作恶多端，勾引有妇之夫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喂，夫人，先生急性心梗，抢救无效，已经去世了。妈！爸，公司出事了，项目方突然取消合作，跟龙家合作了。爸，你在公司养的情人泄露了公司机密，对方提前开了新品发布会，甲方要起诉我们。完了，四大家族气运散了，全完了。齐家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也不清楚啊。听说齐老爷子死了，齐老爷子死了，真没想到齐家会这样。齐家是不是气数将尽了？齐家老爷子死了，齐氏集团总裁齐之言也心梗去世了。谁知道呢？听说老爷子将所有的家产都给了齐望，现在那个小三上位的福利和齐胜，怕是要被赶出家门了。齐望，妈，没事吧？齐望，你爸刚死，你就对我们母子俩赶尽杀绝，你不怕你爸诸葛也不放过你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，那该害怕的应该是你们。齐望，你少吓唬我！跟了你爸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别想把我们就这么……把他们拖出去！如果再纠缠，马上报警！你敢！齐望，你等着！齐望，你给我等着！请问你们被赶出齐家有什么想法？你们被赶出齐家有什么想法吗？
说一说吧，请说说你们的想法。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妈，你在天有灵，也该瞑目了。抽一根。积雪不喜欢烟草味，他挑食。不是我说，你都已经继承了齐家的家产，你爹和齐老爷子死后，齐家也没遭到反噬，还这么上赶着去找他吗？如今黎家彻底灭亡，你爸和你太爷爷都走了，祁隆也死了，我爸也因为中风一病不起，活着和死了也没太大差别了。我爸也是，人都已经疯了，现在在精神病院，天天都说有旱魃要吃他。人在做天在看，这都是因果报应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龙家内部传出消息，说是龙鳞在给积雪找男模，不过说是找男模，其实啊是在找床伴。他还找男模？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，积雪确实很挑食，听说找了好几波男模，都被他退回去了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哎。积雪姑娘，这一批都是按您的要求挑选的，不抽烟，很少喝酒，洁身自好，私生活不混乱。时代在进步，血液怎么变得这么难闻？时代在进步，血液怎么变得这么难闻？啊，抱歉，积雪姑娘，还不快，走走走。刚才那些人，你都没看上。我好像说过，不想再看见你。我脸皮厚，上赶着送上门，行吗？我现在不缺食材，可我的血很甜，比他们的都甜。主人，你的血确实很甜，但吃不吃，选择权在我。我们接吻了。你知道你的唾液有什么功效？这里鱼龙混杂，你现在要是走了，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会被人欺负的，你忍心吗？那是你自找的，自行解决。等一下。撤了吧。别丢下我。我疼。
真无情啊！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吗？暂时没找到合适床伴而已。你别嘴硬，你就是在乎我。我只是比较护食。我知道，在你漫长的生命中，遇到过很多的背叛和误解，但季雪，这次我绝不会让你输。